在今天这个时代，收入分配这个词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全球范围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在某些地区，这种不平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乃至社会稳定。为了探索这个复杂的主题，我们必须回溯到历史，看看不同的国家和文化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例，他们采用了高税收与高福利的模式来减少收入不平等。这种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征收较高的税收来资助公共服务和福利计划，从而减少社会经济差距。但这种模式是否就是万能钥匙呢？另一端，美国等国采取了更倾向于市场自由和低税收的策略，旨在通过激励个人努力和创业来提高整体财富。然而，这种模式也被批评为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中下层社会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顶层富豪。这两种极端策略的效果如何，正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我们将通过具体的人物故事、政策起源和具体事件，生动地展示不同策略在实践中的成果与挑战。我们将讲述那些试图通过创新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者、社会活动家和普通人的故事。通过他们的演绎，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收入分配的复杂性和它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探讨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及其细节之前，让我们以一个典型例子为起点，深入了解一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一瑞典。在20世纪中期之前，瑞典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显著的经济不平等问题。那时，瑞典的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和重工业为主，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教育机会不均等，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瑞典政府认识到，要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必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瑞典开始实施一系列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政策。这包括提高税收、加大对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以及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瑞典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对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同时增加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财政支持，确保了贫困家庭能够获得必要的生活保障。这一措施直接减少了贫富之间的直接收入差距，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重分配收入来资助公共服务和福利计划，为所有公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机会。其次，瑞典政府大力投资于教育体系，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也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长期来看，这有助于打破贫困循环，促进社会流动性。此外，瑞典还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金、失业救助、医疗保险和育儿支持等。这个体系的目的是确保每个人在面临生活困难时都能得到帮助，从而减少因疾病、失业或老龄化导致的经济不稳定。这些政策的实施，特别是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无疑给瑞典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短期内，一些批评者指出，高税收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和个人创业精神。然而，长期来看，瑞典的经验表明，这些政策不仅成功地减少了收入不平等，还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公共服务，瑞典培养了一个高技能的劳动力，促进了创新和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政府在实施这些政策时，也非常注重保持经济的灵活性和竞争力。例如，在调整税收政策的同时，瑞典还采取了措施促进企业创新和国际贸易，
确保经济能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通过这些综合性的策略，瑞典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也展示了如何通过政策的精心设计和实施，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增长的双赢。瑞典的例子证明，收入分配的改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通过持续的政策调整和社会投资，逐步实现的长期目标。瑞典政府在20世纪中后期实施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对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在短期内显著减少了贫困率，提高了整体生活水平，而且在长期内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的和谐。以下是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和分析。首先，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高福利政策确保了每个人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生活需求上的平等权利。这种全民覆盖的福利制度显著提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减少了因疾病或失业导致的社会不安。教育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瑞典的劳动力市场更加多样化和竞争力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瑞典的高科技产业和创新能力的增强，便是这一政策成效的直接体现。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瑞典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并没有像一些批评者预测的那样抑制经济增长。相反，通过对税收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瑞典政府成功地将经济增长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福利的增加，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内需市场也随之增强，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此外，通过提供全民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瑞典减少了社会不平等，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这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再次，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视角出发，瑞典的经验表明，通过政府的积极介入和政策调整，是可以有效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正的。瑞典的贫富差距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这种成就不仅展示了瑞典社会的成熟和进步，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尽管实施这些政策需要较高的税收支持，但瑞典人民普遍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必要投资。然而，这一系列政策的成功并非没有挑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瑞典也面临着维持高福利支出的压力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双重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瑞典不断调整和优化其税收和福利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需求。例如，瑞典政府在保持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投资，以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通过这些努力，瑞典不仅保持了其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也成功地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结合，成为全球公认的福利国家典范。瑞典的例子证明，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和有效的资源分配，是完全可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双赢。这一点对于正面临收入分配不平等挑战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深入探讨了瑞典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之后，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一政策模式对其他国家经济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全球各国在经济结构、文化背景、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瑞典模式是否能够被其他国家有效借鉴和实施。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福利高税收模式的实施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经济基础和税收体系的成熟度。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税基薄弱、税收征管能力不足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政府提供高水平公共服务的能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税收可能抑制企业投资和扩张，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如何平衡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福利的同时保持经济活力是一大挑战。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瑞典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改革方向。这些国家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维持和优化福利体系，防止税收负担过重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发达国家可以借鉴瑞典在税收政策、公共服务提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方面的经验，通过改革创新实现福利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瑞典模式对其他国家的启示还在于，高福利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建立在全民共识和强有力的政府推动上。瑞典之所以能够建立并维持一个高水平的福利体系，与其社会的高度信任和共识、政府的高效率和透明度密不可分。这一点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瑞典模式在瑞典本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所有国家都一样成功。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设计适合自己的社会福利和税收政策。然而，瑞典模式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参考，即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促进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通过对瑞典及其政策对其他国家潜在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的启示：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可以通过智慧的政策设计和有效的资源分配实现共赢。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瑞典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挑战重重，但只要有远见的政策规划和全民的支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不可能。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